大家好，欢迎来到烂手人设计师的频道，我是设计师 Jimmy。首先，请大家第一次来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已经来了，都听听看，帮我订阅、按个赞，顺便敲一下小铃铛，因为你们知道吗？我们的频道现在有收益模式，所以看到广告的话，记得帮吉米多看10秒钟哦。好吧，我们来进到主题。说真的，其实做这个题目我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动，你们知道吗？就是好像你们辛辛苦苦养了10年的盆栽，终于开了一朵小花一样。其实为了这一天，小编其实有点被我逼得有点压力有点大。还好她是女生，所以应该不对。她说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如果头发掉光应该对她不太好，应该给她职业灾害的这个补助。OK，Anyway，我自己也是剪片剪到快要得这个隧道晚症候群，所以观众，你们可能觉得开通收益很普通，但对我们这种小频道来讲，可是圣火降临等级的大事。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啦。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啦，就是3胞胎有3个等级的 GMT 手表。为什么我说3胞胎？因为这3只表乍看之下，如果是不懂的表的人来看，他们可能完全分不出这3只表有什么差别吧。第一个，他们都是白面的 GMT， 都有固定的24小时外圈。你不仔细看，你们可能会觉得这3只表几乎是一样，但仔细一看，3只表各自站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价格落差从10几万到1-2万的行情都有。OK， 那我们就来排个家族座位。首先 Rolex Explorer 2 226570 Polar Bear， 他是大哥，成绩优秀，家里面最会读书，可是很难搞，想找他吃饭根本约不到，因为他不是在山洞里，就是被黄牛给绑架了。大家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二哥 Tudor Black Bay Pro Polar Bear， 他心里想着我也想要当大哥，但我只能当他的影子。可惜我的身材练得太壮，整个人看起来厚到不行。虽然好似很笨重，但是说实在的，我也是很实在的。OK， 那再来一个是 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 他就是一个小弟，个性很随和，爱说笑，又便宜又好养。他跟谁都可以做朋友，长辈聚餐时总会有人凑过来说：“你这个不就是劳力士？还是你这个是平替？没看过这个牌子耶。”3兄弟凑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家庭聚会，大哥穿 Armani， 二哥穿着工装靴，小弟则是全身 Uniqlo。 结果3个人虽然看起来像3胞胎，但是气长一看，你就很容易分清楚谁是谁。今天这一集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GMT 手表的时间线，顺便看看这3只3胞胎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变成我们表迷最爱的组合，一个比较的组合才对。OK， 既然要聊这3胞胎，那我们就先从老大哥开始说起吧。GMT 功能其实最早不是给一般人戴的，它是给职业需求的设计的。追溯到1954年劳力士推出的 GMT Master， 那时候泛美航空的飞行员设计可以同时读到2个时区。那因为长途飞行要跨州跨国，所以手表能显示当地的家乡的时间，还有这个当地的时间。那 Explorer 2呢，又是另外一个故事。1971年，它的定位比 GMT Master 更硬核，因为它不是给飞行员，而是给这个洞穴探险家。你想象一下，人在山洞里面3天看不到太阳，你根本搞不清楚现在还是晚上。这个时候 Explorer 2的24小时固定外圈，橘色的 GMT 指针就会告诉你，兄弟，现在是凌晨3点，不是下午3点。OK， 2021年 Explorer 2迎接来了50周年。大家原本都在赌 Rolex 会不会大改款，结果没想到是小修小补，外观几乎跟2011年所推出的216570一模一样，基本上就是换上新的3285机芯，动力储时来到70个小时，抗震抗磁更好了，表耳修得更优雅，表带宽来到了22，佩戴更稳定。坦白说 Rolex 给我们的讯息就是大家稍安勿躁，其实之前的设计就很好了，
我们做一点修改，可以继续用了。经典嘛，经典的设计其实真的不需要一直大改。不过就是 Explorer 2它的魅力在于，正因为它不需要大改，它本来就是以功能至上。而白色的 Polar Bear 面盘呢，它非常有辨识度，这一只表完全就是工具表中的工具表。只是现在要买一只 Explorer 2，跟要在便利商店抽 Switch 的困难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了，行情直接被炒到天上去了。好吧，再来我们讲到二哥 Tudor Black Bay Pro， 那这一只表在2022年第一次亮相，黑面的版本一出来就被大家说，这不就是 Explorer 2吗？直到了2025年 Tudor 终于推出了这个 Polar Bear 白色版本，结果表圈的人全部都趴在桌上笑，这个不就是 Rolex 不愿意给我们的39毫米的 Explorer 2吗？说真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论调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因为 Black Bay Pro 的直径 39mm 比 Explorer 2的42更适合亚洲人的手腕。问题是他们把厚度搞得太夸张了 14.6， 远比 Rolex 的 12.5 厚了很多。有人戏称就是 Black Bay Pro 戴起来就像是一颗巴掌在手上。不过说回来了，这只表在设计上它的确有一点它自己的味道，白色的面盘，黑光的设计，然后黄色的 GMT 指针，那视觉上的对比很清楚，售价也就只有劳力士的可能4折。所以对于想要 GMT 功能又不想要砸大钱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的定价大概才15万吧。OK， 那你们可能拿一点小折扣，当然就不会是这个价格。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小老弟 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那这个英国品牌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我理解。但是它在欧美的这个媒体讨论度非常的高，因为它的定位很简单，高性价比，1000块欧元，1000出头的美金，你就可以得到一只做工、外观超精致的 GMT。C63 Sealander GMT 它的灵感呢，很明显是来自于 Explorer 2。那固定的钢圈、白色的表盘、橘色的指针，远远看大家一定都会误会，可是细节上它玩得很不一样。表壳的线条更锐利，打磨很细致，它的厚度不到12mm，它是一个非常纤薄的身材，日常佩戴非常舒服。机芯用的是 Sellita SW330-2， 属于 Collar GMT， 这也是跟上面两只大哥跟二哥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大哥跟二哥用的是 Flyer GMT， 所以它更适合的就是在办公室追时差，而不是飞行中快速调时。虽然它的功能不如 Rolex Tudor 高档，但是这个价位能给你150米防水、快拆的这个链带、微调扣，我觉得也真的是有它的差异性跟佛心所在。所以这边我先做一个小结， Explorer 2是正宗的 GMT 工具，历史悠久，身份最硬，但是尺寸偏大，而且非常不好买。那 Tudor 的 Black Bay Pro Polar Bear 呢，则是 Explorer 2的平民版，价格更亲民，尺寸友好，但它的缺点就是大家都在诟病的厚度，是它的硬伤。Christopher Ward C63 呢，则是平易近人的小老弟，价格非常便宜，虽然 GMT 功能简化，但是它的 CP 值还是非常的高。所以三只表凑在一起，就是三胞胎同场的一个有趣画面，看起来像一家人，但是每个人的个性跟社会地位却是完全的不同。讲太多话，喉咙会痒痒的。OK， 我们再来讲大哥 Explorer 2 226570，它的造型已经是半个世纪的经典，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不能旋转的不锈钢外圈。别忘了这只表当初是设计给这个洞穴探勘用的，在黑暗的地底分不清楚黑夜白天，靠的就是橘色 GMT 指针。那这种设定从1971年诞生一直到现在226570，它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但是它把细节做得更优化。OK， 所以 Polar Bear 的白面搭配上黑色的时标、橘色的指针，就像是黑白电影里面突然出现彩色的字幕的效果，让读时非常的清晰又有特色。这就是 Explorer 2的酷，它不是华丽的劳力士，但它是一个非常实在、有故事性的劳力士。OK， 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二哥 Black Bay Pro Polar Bear。这只表一出来，大家都在笑说：“这个就是 cosplay， 对不对？” OK， 当然了，很明显他在致敬那个老款的 Explorer 2，但是 Tudor 毕竟有自己的一套风格，
就是他把指针改成了他们家的雪花针。那这种粗犷方正的这个指针设计，早在 Black Bay 系列里面就是一个标志。如今再换上了白色的面盘，然后黑边陶瓷的时标，让读时更加的干净清晰。黄色 GMT 的这个点缀，让整个设计都不会过于死板。但是缺点也是如同我刚才讲的，就是厚度是 14.6mm， 这个从侧面看非常有一个砖头感吧，砖头也不太对，就是有点太厚了啦。但是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扎实的这种佩戴感，所以我觉得它才有它的硬派味。最后则是小老弟 Christopher Ward 的 C63 GMT， 他是三个兄弟里面最年轻、最爱打扮的那个，线条锐利，采用他们家招牌这个 Light Catcher Case 打磨出层次分明的光影效果，表径是 39mm， 厚度只有 11.8， 也是三个里面最薄的一只。那戴起来舒适度非常的好，白色的漆面面盘搭上黑色的时标，橘色的 GMT 指针，当然灵感是来自于 Explorer 2， 但是细节还是做得非常有现代感，比如说表耳斜切的倒角，表壳刷亮的对比，甚至是钢链带的细致度，我觉得都远远超过它所卖给你的价位。整体的感受就是平价却不廉价的一个感觉，像是穿着简约设计风的年轻弟弟，干净利落，却很知道用小细节来展现真正的质感。Explorer 2用的是这个3285的机芯，那这颗机芯当然是劳力士新时代 GMT 的一个标配啦，所以它每一只 GMT 的手表都是用这颗机芯。那它来到了70小时的动力储存，这个 Chronogy 的这个擒纵，然后蓝色的 Parachrome 游丝，还有这个 Paraflex 的防震。那最重要的是它是真正的 Flyer GMT， 本地时针可以独立快跳1个小时，调整也不会受影响 GMT 指针，对于经常飞行的人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也符合 Explorer 2本身工具表的定位。那这颗机芯就是劳力士的这个内功心法，看似朴实，实际上它的稳定跟耐用度还有抗震抗磁都是一流的。Black Bay Pro 用的是 Tudor 自制的 MT5652， 那这颗是 Tudor 跟 Canasi 合作的自制机芯，那70小时动力储存 COSC 认证，然后有细游丝，同样的它也是真正的 GMT， 就是我们所谓的 Flyer GMT。那调时逻辑跟 Explorer 2是完全一样的，性能强悍，缺点就是厚，因为这颗机芯本身就比较高，所以放进39的表壳里面，整只就会被撑得很厚，这也成了 Black Bay Pro 这个最大的争议点，性能满分，但穿戴体验是很不好的。那至于 C63 Cylinder GMT 呢，则是用的是 Sellita SW330-2， 那这一颗是非常大众化的一颗机芯，56小时的动力储存，每一天正负20秒的这个秒差，维修很方便，但它是 Collar GMT， 也就是 GMT 针能独立调校，但本地的时间则无法快跳。对于飞行者来说没有那么的直觉，但对于上班族跟跨国沟通人来讲已经很够用了。虽然技术很明显是不如前两只，但它胜在稳定度、维修便宜以及它的售价。所以这三只的手表的心脏刚好体现了这个3个层次。Rolex 代表了顶尖技术、全方面的稳定以及历史的厚度。Black Bay Pro 致敬了复古款的劳力士，它的性能也很强大，可惜它的身材不够纤薄。C63 Cylinder 我觉得它是最务实耐用而且很平价可靠的选择。再来我们要讲到钱， Explorer 2的官方定价呢大概是这个30万台币左右，听起来好像还行对吧？可是当你走进劳力士专卖店，漂亮的柜姐会直接跟你说不好意思没有货，要的话我们要用订的。那其实行情早就已经炒到可能快40万了，36、40万甚至更高，我不知道。OK，Explorer 2它的定位本来就是其实在运动款里面算是比较冷门，可是因为近年 GMT Master 2跟 Submariner 太难买了，结果 Explorer 2也被联动上涨，现在要原价入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OK，Tudor Black Bay Pro 的 Polar Bear 呢，官方售价呢大约在15到16万台币，二级市场大概就是原价上下浮动，会打一些折扣。我指的是当年度的这个保卡。OK， 它当然没有像劳力士还会涨价，但这也是 Tudor 的现实，就是品牌价值虽然没有办法像劳力士老大哥一样，但至少你想买就买得到。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它是 Explorer 2的平替版本，也让它在市场上有一个很稳定的定位，性价比算高。那 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 呢，它的售价大概是在4万到5万台币，而且官网直接下单给你5年保固。当然它最猛的就是 GMT 150米防水，还有它的钢链带可以微调，这些设计细节。那我觉得这些细节加起来就远超过它卖4-5万的价位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我认为的真相表，不是靠品牌光环，单凭规格跟设计还有价格来打动人。不过这边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 ，Christopher Ward 的确给你5年保固，可是他对全球来讲，他是没有放所谓的经销商或者是地区性的 AD Authorized Dealer。OK， 所以你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今天如果你在台湾买这个表，要送维修出保固，一律都是寄回英国。当然，因为他用的是 Sellita 的机芯，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不想等，我觉得可以用钱换时间，直接找表店进行处理。2种方法 ，OK？ 那么你到底这3只该选哪一只呢？我觉得 Explorer 2适合已经走到一定高度的国际商务人士，或者是你已经有工作年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想买一只好的表的人。OK， 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缺点的话，当然就是它价格高，很难买。那可是它戴上去的那个气场，不是其他品牌可以复制。再来是 Black Bay Pro Polar， 喜欢硬派又有点复古味道的人，39的大小，适合很多的手腕，功能也很完整。唯一你要去接受的就是厚度。蛮多朋友在买了之后，后来还是选择把它卖掉，其实就是因为厚度，头重脚轻。当然，它适合很明显的就是不怕重量、不怕厚度、喜欢工具感的玩家。C63 Sealander GMT 则是我觉得最亲民的一个选择，适合刚入门的表友、学生、上班族，甚至是老手想找一只旅行表来日常佩戴，我觉得也很合适。它不怕刮，不怕摔，维修也很便宜。我觉得想要体验 GMT 的手表的话，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好的入场券。一句话，大哥给你身份，二哥给你工具，小弟则给你实用的快乐。总结一下，Explorer 2工具表的正统，贵族难买，但是戴上去那个光环是你不能抹灭的。Tudor Black Bay Pro Polar 呢，就如同半价拿到 GMT， 复古味浓厚，但它的厚度是它的硬伤。Christopher Ward C63 Sealander GMT 最便宜的选项，设计细致 ，CP 值爆表，可惜它就不是 Flyer GMT， 它是 Collar GMT。不过它价格很便宜。如果是我的话啦，虽然我已经有 Explorer 2， 我的确不会再去买一个 C63。可是我认为，如果在想要享受 GMT， 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负担也许 Tudor 或者是 Rolex 的价格的人，我真的觉得 C63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手表。OK， 我们不要只是看功能，而是这些品牌故事啊、历史地位，还有你戴上去的感觉。不过这边要讲一下 ，Christopher Ward 是不能试戴的，就是官网直接做直销的动作，买了寄到你身边。那最后拜托大家一下，频道的收益开启啦！如果看到广告，记得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无心的举动，对我和小编都是能够继续熬夜写稿的动力。所以总归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手表，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是提醒了我们，每一秒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带着表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蓝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一支手表再见，不对，下一支影片再见。OK， 拜拜。